已经有些年迈的佐藤船长，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心甘情愿地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了船首的甲板上。科考船正在深入夜色的海峡，温度越来越低。船长虽然被冻得浑身发紫僵硬，但依旧如一尊猥琐的擦边雕像一样，佝偻地站在那里。眼看他在寒风中快要因为失温而死，吴柏林才命松下平吉将他抬了回来。等着船长抬回来的时候，人都已经僵硬了，好在还有口气吊着，温度一上来，倒是死不了。吴柏林看他就烦，干脆让人给他丢回舱室休息，然后把松下平吉招呼过来，问他几天能到南极大陆。松下平吉恭敬地说，大概还需要3天半的时间。吴柏林冷声道，想办法压缩到3天，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在海上。嗨一，松下平吉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科考船的原定航程以及规定航速都是有安全冗余的，可以适当提速，3天半缩减到2天基本没戏，但缩减到3天问题不大。于是这艘船立刻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朝着南极大陆进发。此时的南极大陆上，叶晨正驾驶雪地车，载着3人驶向北欧科考站南部的一座平缓的山丘。绚丽的南极极光已经出现，叶晨打算到山丘上更近距离地接触极光。抵达山丘之上时，他服下一颗培元丹，打算再一次运转最早的那套手印，将体内的灵气拿来与体内的神秘事物交换。剩下的5颗丹药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安全线，无论如何都要确保手里留着5颗丹药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次四方宝状依旧通过极光传授给叶晨16道手印，这套大日如来手印到了现在已经有足足80道。80道大日如来手印让灵气的整体获取效率又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返回科考站之后，叶晨便打算先闭关一段时间，待体内灵气积攒足够多时，再交换后面的手印。一旦进入闭关状态，时间便仿佛不存在，几天时间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3天之后，日本科考船在南极大陆的边陲靠岸，它的靠岸地点距离北欧伊利亚特号之前的停靠处大约还有200多公里。日本的科考队员此时也已经在此等候，与伊利亚特号的流程差不多，他们要先把补给的物资运送过去，然后再完成人员的交换。吴柏林第一次来到南极大陆，在漫漫的长夜之中，亲眼看到天空中的极光，让他感觉十分惊奇。在见到这片荒凉的大陆后，他更坚定了自己100多年前听说过的故事。或许飞升之门真的就在这无尽荒凉之处，只是他还是低估了南极大陆的面积。这里仅仅海岸线就降级2万公里，内部纵深数千公里，想在这种地方寻找某些遗迹，恐怕难如登天。他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不知从何着手，干脆就先从眼前切入。这些日本科考队员就成了他最理想的狗腿子，于是索性把所有人全做了心理暗示。刚好又在留守的那批队员里找到了一个精通汉语的，于是就留他和松下平吉在身边做了哼哈二将。原本这支随传过来的日本科考队任务是换掉留守的那批队员之后就随传回日本了。这些人都在南极待了半年，一个个都格外想家，再加上回去的路程都还要1个多月，所以都归心似箭。但吴柏林不打算让他们离开，哪怕是那些已经在南极工作生活了1个夏天，现在已经准备回国休息的科考队员，他也不愿放走1个。这是因为这些科考队员对他来说就是牛马和奴隶，他轻而易举就已经控制了所有人。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些人都将对他唯命是从，成为他探索南极的帮手和劳工。更难得的是，这帮科考队员是对南极最了解的，有他们效命，自己的计划也能够事半功倍，所以少1个都觉得亏得慌。既然要留船，那就索性把人都留下。正好他也需要更多的狗腿子，
来听从自己号令。这样一来，自己在南极这片广袤的极寒之地，就能当个土皇帝了。另一方面，他不能让日本的科考船离开南极，否则一旦在冬天到来之前，自己需要离开这里，找不到能破冰并且一路穿过魔鬼西风带的船，那岂不就尴尬了？于是他招呼过来松下平吉，问他：你们这个船最长能在这里停泊多久？松下平吉说：停泊倒是没什么问题，我们的物资至少可以支撑大半年，油料在不做远航的情况下也能支撑半年以上。只是如果船一直停在这里，随着气温越来越冷，海岸线冰封面积越来越大，冰层越来越厚，一旦冰层厚度超过我们的破冰极限，船可能就动不了了。再想动，就只能等天气转暖，冰层融化才能动。吴柏林皱了皱眉，说：这不行，我需要你们在南极海岸线随时待命，以备我有不时之需。你给老子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才能满足老子的要求。松下平吉谄媚地说道：这也简单，在下可以让船每天随着冰封面积外扩的速度向外移动，始终保持在冰层厚度可控的区域。这样您需要用船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响应。这样的话，每天只需要移动最多几公里，对油料的耗费也并不多，依旧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吴柏林满意的点了点头，又问：我问你，如果我让你们改变计划，一整个冬天不回日本，日本那边会不会立刻找过来？松下平吉说道：我们驾驶的科考船是国家资产，如果我们拒绝执行回国的命令，国家肯定会来找我们，甚至有可能出动军队，我们也肯定会被扣上叛国罪的帽子。吴柏林摸着胡子咂嘴道：这是个麻烦啊，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才能合情合理的这帮人和船全都留在南极？松下平吉想了想，道：这个在下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要说因为一些变故晚几天出发倒是好说，要是一整个南极冬季都不回去，无论什么理由恐怕都站不住脚。吴柏林问他：如果船坏了呢？如果船被冻住出不去了呢？那松下平吉恭敬地说：国家是可以通过定位实时查看科考船位置的，如果我们向他们汇报船被冻住了，但实际上我们为了船不被冻住，又每天都在缓慢移动，国家检测到之后也会意识到我们在撒谎，到时候肯定会派军队过来一探究竟。吴柏林问：如果船真被冻住，你们的军队有能力来南极救援吗？松下平吉摇摇头：全国唯一的重型破冰船就是咱们这一艘，要是咱们的船真被冻住了，国内也派不出能营救我们的船只，就算是向美利坚求救也根本来不及，等他们的破冰船几十天的航程过来，冰封恐怕也有上百公里了，就算是美国最好的重型破冰船也进不来，最多就是停靠在冰封层的外围，帮忙把人员撤出去。吴柏林点点头，说：那就好办了，回头你就向国内汇报，说船出了机械故障要维修，然后就一直拖到冰封，到时候船走不了，就让科考队跟国内请示一下，大家发扬风格，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浪费资源再过来营救了，索性大家都留在这里努力工作，趁机加快你们日本对南极的探索进度。松下平吉对他自然唯命是从，不过这狗腿子倒也尽职尽责，恭恭敬敬地说道：您刚才说要让科考船随时待命，可是如果我们真让这艘船被冻住的话，您如果有用船的需要，恐怕就不能被满足了。吴柏林冷笑一声：区区冰封，对你们的破冰船来说可能是个麻烦，对我来说不过尔尔，你们的船就在这里停着，真需要动它的时候，我自能将冰面破开。吴柏林的实力在冰封之中劈开一道裂隙并不算难，难的是身无附着之力去只身穿越魔鬼西风带，那种上不能飞下不能踩，全靠灵气才能让肉身浮于水面的环境，再加上滔天巨浪和11级以上的狂风，就算是吴飞燕来了也根本遭求不住。所以这艘船
吴柏林必须要留在南极，于是他便立刻对松下平吉下令，一方面让他刻意拖延装卸物资的时间和节奏，尽可能延缓出发时间，在出发时间无法再拖延的时候，再在确保能修复的情况下，人为破坏掉船只的推进系统。到那时，冰封出去几公里，甚至10几公里，冰层厚度超过2米，这艘船就算修好也只能趴窝。不过好在船上油料物资充盈，在这里原地停着，也可以保证供电供暖供水无忧。至于科考站也不用担心，物资本就有安全冗余，这次又有新补充的一大批，虽说人多了，但也肯定扛得住。退一步讲，就算后期物资不够，还可以让日本方面想办法用军用飞机空投物资过来。再退一步，实在不行，就让这帮科考队员节衣缩食便是，只要死不了，并且还能干活就行。反正他吴柏林自己不用吃饭。打定主意，吴柏林吩咐松下平吉留在船上执行自己的命令，然后招呼科考队里另一个精通汉语的菊地航平，吩咐他：菊地，你负责安排所有科考队员全都回到科考站集合。另外，从今天开始，每天抽3个小时教他们学习汉语，一定要让他们全力以赴的学习，免得我以后只能对你一个人发号施令。听懂了吗？极地科学家菊地航平90度鞠躬，毕恭毕敬地说：请您放心，在下一定完成任务。